最近有很多网友来问我，特斯拉能买吗？美股现在能追吗？港股现在到底是不是牛一呢？其实我给大家的答案都是不要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想象一下，我给大家一个保时捷，保时捷没问题，但是如果大家没有驾驶执照，没有学过开车子的话，迟早出意外。如果你对投资没有学习过的话，去投资股票一定会输钱。事实上有研究，93%以上的散户在股票市场里面是输钱的。大家一想到股票像是赌博一样，赌博是一定输钱的。如果你是用了赌博的行为来投资股票的话，那也一定是必输无疑。如果还没输的话，只是时辰未到。今天这个视频我会给大家分享我从巴菲特和索罗斯身上学到的东西。那之后的视频我也会分享不同的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方法和智慧，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正确的投资方法，之后像我一样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许多的买楼资金，在香港这么贵的一个地方也做到年年买层楼，累积了超过20个物业。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会收到我视频上传的通知咯。回到今天要讲的巴菲特和索罗斯。巴菲特我们称他为股神，他的投资成绩当然是非常的厉害，在过去的50年他的平均回报是每年20%。通过过去57年财富的累积，就像滚雪球复式的增长，今天他已经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头5位之一。巴菲特在过去几十年讲过很多的话，都成为投资者的信奉的原则。今天给大家挑了5个最影响我深远的投资理念和哲学。那就算你对巴菲特的投资哲学非常的熟悉，也可以继续听，因为我会分享我对巴菲特投资理念的应用，还有一些地方我是跟他不一样的。我会把巴菲特跟索罗斯比较，其中有相同之处，也有不同之处，到底是哪一个好呢？那没有讲巴菲特这些投资理念之前，我们也来介绍一下索罗斯。我们一想到索罗斯就是对冲基金，有些地方叫大鹅 Big Crocodile， 好像是会出去吃掉很多的散户啦、国家的财富的。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可怕。在索罗斯30年的投资生涯里面，他是没有一年输过钱的，平均每年的回报达到了30%，这要远远超过巴菲特的每年平均回报的20%，也跑赢了美股 S&P 500长远的回报13%到15%的很大的一个 margin。所以索罗斯的投资要比巴菲特还要高很多，这中间年数的长短有点不一样，不是完全直接的比较，但是有10%这么大的一个差别，也可以看到索罗斯的投资的方法是非常的厉害的。如果我们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索罗斯，那就是非常的恰当了，因为他今天的财富要比42个国家的财富加在一起还要多。我也是应用了他的投资的方法，帮助了我提升了回报，特别是避开了许多的股灾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投资最重要的5个理念。第一个，买股票是参股一家公司一门生意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个生意到底是做什么的。我们经常有听到不要超越你的认知圈，如果你不懂这门生意，那就不要去投资。同样的，索罗斯也说，如果你没有财务知识的话，那就不要投资。就像我说的，你看不懂股票的话，就不要买股票。巴菲特第2点，既然买股票是参股一门生意，那这个生意最好要有竞争优势，而且最好是能够赚取垄断的利润，而不是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里面，谁都没钱赚，谁都在亏钱。那最好呢，除了要有垄断的利润之外，还要有护城河，不光在今天有垄断的利润，在可见的将来也可以防守新加入的竞争者，保存它这个高的利润。那一个企业赚大钱跟股东有什么关系呢？巴菲特第3个要求是管理层又要有能力，还要有诚信，这样才能确保
那一门生意赚到的钱最终是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回到股东那里。那其实这3个概念是不是很简单？它就是说越简单的越好，但是人家就是因为太简单了，往往没有去采用，反而去追逐那些非常复杂的方法，到最后投资的回报还不理想。如果有一家公司符合这3个要求，是不是就能买呢？还不够，因为好的生意还要有好的价格。巴菲特要用不同的方法来估计一门生意它的价值有多少，然后看一看今天的股价，用价钱来买价值。如果价钱是超越了价值的话，他是不会买的，他不喜欢高追。如果价值是等于价格的话，他也不会买，他要等到这个股价非常便宜的时候，有足够的它叫安全边际 margin of safety 的时候，他才会去买。但是更难得的是需要耐心的等待。他的拍档 Charles Munger 总结巴菲特的方法的时候说，在股票市场里面，不是买的时候去赚钱，不是卖的时候去赚钱，而是在等待的时候，买了之后持有的去等待。这个等待包括看到了一个好的股票，耐心的等待它的价格到了一个好的价位，也包括买了之后耐心的持有，不要急着去获利离场，这样一个股票可能会涨好几倍。我个人最认同的巴菲特的另外一个信念，就是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脑袋，扩张自己的认知圈，提升自己的决策能力。因为脑袋里的财富是永远跟着我们跑的，就算我们其他的财富输清光了，或者钱花完了，只要我们这个脑袋有卓越的决策能力，创造价值能力，我们还是可以把钱赚回来的。这2位老人家也有很多共同之处，都是在1930年的8月份出生的，相隔不到1个月。而他们投资成绩都是非常的卓越，他们都注重要独立的思考。在我学 MBA 的时候，有一套理论叫市场有效论，也就是说市场永远是对的，你不用去找机会了，所有你能找到的信息都已经反映在股价里了，你就买指数吧。但是我们看到巴菲特能够长期的跑赢股票市场，就是因为他做功课，找到了非常好的股票，而且用非常好的价格来买，这就是市场失效的时候。而索罗斯是更加把这个市场失效发挥到了极点，他相信市场里面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，本来经济就有周期，加上这些参与者他们的贪念和恐惧，追高杀跌，使到股票在涨的时候，很多人入场，大量的资金把价格推到更加的高，远远的超越了背后的价值。同样的，在股灾的时候，谁都在恐慌，价格跌到了远远的低过了他们背后的价值，这就是他的一个 boom and bust 的一个理论。那索罗斯也相信要远离市场才能看清楚市场，看到市场的疯狂不合理的点，这跟巴菲特住在欧马哈远离纽约金融中心一样的道理。很多人觉得巴菲特是投资，索罗斯是投机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，因为索罗斯也要了解他买卖的那一个资产证券背后到底是什么，而不是随便去买的，他也要计算背后的价值，所以不完全是投机。这里就要说到2位老人家不同之处了。刚才说过，巴菲特认为投资是参股一门好的生意，而索罗斯不介意他买卖的到底是好的公司还是坏的公司。我们看到索罗斯有炒卖过外汇，也有炒卖过债券和其他的东西。对于索罗斯来说，更重要的是知道这个资产的价值和价格，而当价格高过这个资产的价值的时候，他可以做空，使到这个价格下来而获利。巴菲特只会买便宜的东西，如果这个价格过高的话，他是不会买。那对于觉得索罗斯是投机的朋友，我想这样说，大家投机的时候其实是在猜测明天这个市场的价格会涨还是会跌，大家是没有影响力的，只是在希望明天这个市场的波动让大家赚钱。但是市场波动是非常随机性的，大家投机的时候更像
是一个赌博。索罗斯买的时候，可以通过他资产的规模，包括他在舆论界的影响力和他在整个投资界的号召力，吸引更多的资金，把那个价格推向他所想要的地方。再加上一般来说，索罗斯是等到资产有严重的泡沫的时候才去做空的。一旦他出手之后，这个市场跌下来，他也是借了这个市场的力量，跟一个小的投机者的命运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，巴菲特多次讲过，他不会去关注宏观经济的指数，比如说通胀啦、利率啦、GDP 的增长啦等等。I really and the way we pick our investments is we just don't get into the macro factors. 他只会一个一个股票去看，看到一个好的股票还有好的价格的时候，他就会买入。而索罗斯他是看宏观经济的，他会看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 GDP 和它的货币的汇率、利息的走势等等等等。他非常少去买卖一个个别的股票，更多的是买卖一个国家的货币或者一个国家的指数。那巴菲特不看宏观经济，索罗斯看的是宏观经济。我在这一点是比较像索罗斯。另外，我跟巴菲特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巴菲特不建议人家去买指数基金而做定期的投入，而我资金有限，只买最好的股票，而且要相信自己，寻找最好的价廉物美能够翻倍的股票，而不会浪费资金去买一篮子的指数基金。我也会看牛熊周期和用技术分析找到最佳的买入点和卖出点，而不是盲目的做定投。那到底哪一个好呢？其实对我来说，两个股神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。比如说在我的选股5部曲里面，第一步看通牛熊周期，就是受了索罗斯的影响，看很多宏观的经济来预测到底现在是牛市还是熊市，希望能避开股灾。而在第2和第3步，在一个起飞的行业里面寻找优质的股票，这时候我用的方法很多是受了巴菲特的启蒙。在第4和第5步，我还用了技术的分析，这2位老人家都不常用。那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们可能不相信；第二个，他们的资金很大。技术分析本来就是一些统计的工具，来窥探大户的资金背后的流动。那像索罗斯和巴菲特，他们本身就是大户，不需要用技术分析来窥探自己的资金的流动。那这套选股5部曲，其实是我学习了8位股神总结出来的一套方法，再加上我的30年的经验和心得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，了解多一点。那最后讲2个有关这2位老人家的趣事给大家听。索罗斯在他投资买卖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注重他的身体的感觉，包括有时候他腰痛啦、头痛啦，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买卖的信号。那巴菲特老人家是很看重要有耐心，他曾经说过，你要生一个小孩子要9个月，不能找9个女人1个月就搞定。那如果大家要把8位股神对我的启发全部看完的话，那记得要留意我们之后的视频咯。听得明白请 OIC 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。我们下次再见。